前面两期视频我们讨论了一下，为什么中国好像没有得选，必须要跟俄罗斯、朝鲜在战略上背靠背站在一块儿。这个并不是什么意识形态上说啊，大家想法一样，所以是好朋友，不是这样的。说白了，其实是在巨大的生存压力底下，一种最冰冷，但是也有可能是最理性的权力的算计。我们也在之前聊过，为什么中国需要一场阅兵来告诉所有的利益相关方，你们要更新一下对于中国的认知了，千万不要搞错了状况，出现战略误判。然后呢，93阅兵直播那样一些第一次亮相的新家伙、新装备，基本上就是把我之前的推测一个一个给坐实了。那些抽象的理论现在正在以吨为单位被浇筑成为钢铁现实。所以我们大家看到，这个不仅仅只是一场庆祝活动，更像是我们上一集聊到的那个大国政治的悲剧。一次最完整、最系统，说实话也是让人心里面有一点不安的一个现实的投影。那如果说上一集我们聊的主要是为什么会这样，那么这一集我们要往深里面挖一挖，聊聊是什么，以及最关键的是以后会怎么样。当那些抽象的权力的逻辑真的被锻造成一枚一枚呼啸而过的王牌武器之后，它到底会怎么样彻底改变中美这样一场博弈的终局？尤其是在那个最危险的爆炸点台湾问题上，留给所有人的时间跟空间到底还剩下了多少？您知道吗？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面，西方世界对于中国的科技有一个让他们自己感觉特别舒服、特别安心的故事版本。那这个故事非常简单，就是一个模仿者，是一个抄袭者。所有中国的那些成功，说到底就是靠国家砸钱、用补贴堆起来的虚假繁荣，就是低人权优势。美国驻联合国大使不是刚刚也说了吗？中国打不过我们，大部分阅兵展出的军事装备都是从我们这儿或者是从盟国那里偷来的。但是但凡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当我们看到机器人、电动车、核反应堆、太阳能、无人机、人工智能，所有这些长长的一个名单上，中国早就已经不再是那个跟在别人屁股后面跑的国家了，而军事领域的领跑迹象也是一早就开始冒出头了。过去一段时间，大家通过社交媒体是不是已经看到过，好像有4款6代机在试飞了？比如一种非常特别的动力驳船，可以自己伸出公路桥来，这个很明显是为了在台湾海岸强行登陆重型坦克而特别设计的。又比如说机器狗无人机等等无人装备的实战演练，再比如说印巴空战歼10C 以6-0干掉3架阵风的辉煌战绩。所有这些零零散散的信息，您可能在网上都刷到过，但是通过这样一场阅兵的仪式，一下子就被串成了一条完整的证据链。93阅兵在我看来，确认了一个很多人，尤其是自黑，更加不愿意也不能够接受的事实，就是中国已经实现了军事现代化，而且在军事科技的领域，现在也成为了引领者。中国军事实力的飞速发展已经不可逆转地改变了几十年以来的本地区的军事平衡，亚洲的地缘政治格局面临深刻的变化。那上一集我们讲到，中国面对美国的锁龙岛链跟系统性的围堵，他选择跟俄罗斯、朝鲜背靠背，其实是一种被动的防御性的反应，是被逼出来的。但是2025年这样一场阅兵展示的一切，标志着一个根本性的转变。北京正在从一个被动接招的防守方，变成是一个主动会去塑造周边战略环境的进攻方。当然大家要注意一下，我这里说的进攻，它并不是说在战争上的进攻，不是说主动要挑起战事，这完全是两码事。在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里面，一个大国为了保证自己的绝对安全，它必然会主动的想尽一切办法的去最大化自己的权利。所以当中国的翅膀硬了实力增强之后，它就将不再仅仅只满足于冲破封锁跟包围圈，它要开始主动出击，建立一个以自己为中心的，让对手根本不敢随便插手的亚洲新秩序。我们看到中国派军舰去日本、去澳洲跟新西兰去晃悠了几圈，其实大概也就是这么个意思。93阅兵说白了，就是中国为了建立这个新秩序、新规矩，把手里的全套工具箱摊在阳光底下进行一次公开的展示。那么
这个工具箱里面第一件也是最锋利的工具要用来拆解什么呢？答案就是美国霸权的根基。米尔斯海默有一个观点，就是美国之所以能够成为全世界的老大，一个最核心的原因在于它的地理位置特别优越，简直是老天爷赏饭吃。你看，有3个大洋围绕着它，让北美大陆跟美国本土在1战2战里面都是毫发无伤。那这样一种我们家自己的基地绝对安全的神话，就好像玩游戏的时候开了一个上帝模式一样，是美国能够毫无顾忌的在满世界派兵到处进行武力干预的这么一个心理基础跟战略的前提。而本次阅兵展示的一组王牌目标就只有一个，彻底把美国的这个上帝模式给你关掉。其实我写了一个稿子就是详细讲解本次阅兵的重点装备，但想想还是算了，我们不是资深军迷，把那一块让给他们去讲，我们不用去纠结什么东风5C 的具体的参数、具体的射程有多远，或者那个部分轨道轰炸的技术细节到底有多么的牛逼。我想看到的就是武器背后的战略宣言，这个才是我更感兴趣也是最重要的，因为它是在宣示说中国现在有了一种能力，可以穿透并且最终废掉美国现有的国家弹道导弹的防御系统。这个跟冷战时期的确保互相摧毁有本质上的不一样。那个时候的互相摧毁好歹是在一套双方都比较熟悉的规则底下进行的一个恐怖平衡，你有预警，我有拦截。但现在不太一样，中国的核弹头可以从任何方向以一种你根本没办法预测的高超音速的这个打水漂的轨迹飞过来，那美国现有的导弹防御系统说实话是根本拦不住的。这意味着什么？这意味着美国本土跟它在第一岛链上的那些军事基地在生存概率上其实已经差不多没有什么区别了。太平洋再也不是那样一条能够挡住战火的护城河了。那一旦本土都不再安全之后，美国作为离岸平衡手的整个的战略逻辑就崩掉了，因为任何军事干预的决策都是需要考虑代价的嘛。那放在以前的话，美国人大不了也就是损失1-2支航母编队，就算再娇贵总不至于没办法承担这个代价。但是现在把美国的这个上帝模式给你强行关掉之后，再想要干预的时候，本土城市可能会被夷为平地，这样一种考虑就必须要囊括进去你这个决策的过程当中。这样一种战略局势的变化能够从根本上动摇美国介入地区冲突的这个意愿跟决心，这个简直就是釜底抽薪。那通过削弱美国本土的绝对的安全感，中国就极大的提升了自己在危机时候的行动自由。在进攻现实主义的框架里面，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权力的积累。我发展出一种非对称的能够直接掀桌子的能力，可以从根本上动摇你的安全基础，逼得你在未来跟我博弈的时候必须要先考虑自己老家的安危。那这样一来，美国在全球投射力量的能力就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限制。您可能会说，这个其实不就是核捆绑吗？那其实是有一些不太一样的地方，因为它动摇的不仅仅是军事的平衡，它更是动摇了美国人心中最后一道心理的防线，而另外一套系统则是在为常规战争铺平道路。而且让我们看到，在阅兵当中展出了一套非常成熟的生存能力超强的3位一体的核力量，是一个国家想要在自己的地盘上说了算的必备的工具箱。想要在自己的后院当老大的话，那首先你必须要保证自己不但不会被外来的老大一巴掌拍死，而且你还能够确保能够把他们赶走，对不对？所以我们看到那个东风61，这个是可以在国内的公路到处跑，机动性特别强。美国如果想要搞第一波打击的时候，他的心里就会特别没有底。另外还有巨浪3，它会让中国的战略核潜艇变成了是一个非常可靠的2次反击力量，因为核潜艇不再像以前一样需要冒险开到很远的深海就能够把导弹打到美国的本土。那这意味着什么呢？意味着中国可以在自己的核心利益区，比如说南海，建立起安全的堡垒海域，这个是建立地区霸权非常关键的一步。最后就是那个金雷1，它是能够把空击核力量这块短板给补上，让中国的战略威慑手段更加灵活，反应也更快。
所以啊，当我们把东风 5C 这个超级突防能力跟这样一套三位一体的超级生存能力放在一块儿看的话，结论就非常清楚了。中国的核战略已经完成了从最低威慑到确保互相摧毁的根本性的转变。战略意图是什么呢？说白了，就是把核冲突的门槛给你提到无限的高。那这样一来，就为自己在常规军事层面挑战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地位创造出巨大的战略空间。这句话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明白？进攻现实主义反复强调的一件事情，就是任何一个理性的崛起大国，它的首要目标就是要先成为它的地区霸主。要成为一个地区的霸主，就必须要把外来的那个霸主，也就是美国，从中国的地盘，也就是东亚，甚至于整个亚洲给赶出去。这个就有点像是19世纪的美国搞了一个门罗主义，宣布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然后就把欧洲列强的势力从美洲排挤出去。阅兵式上很多的装备其实就是为这个目的而准备的，比如说那个高超音速反舰导弹的体系，鹰击21、东风17、东风21D、东风26，这一大堆的武器组合在一块，就是要用技术跟数量的双重优势，用多种高超音速导弹的混合饱和式攻击，让美国航母战斗群的这个核心力量在西太平洋这个地区活得极其艰难。还有那个歼 24S 带着无人僚机一起作战的新模式，这个不光是空战模式的革新，它更是在大国权力竞争的层面，用体系去对抗单个的作战平台跟关键节点。那说白了，就是用更便宜的成本去消耗掉你最宝贵的资产，比如说那些掉一架就少一架的 F-22， 比如说 F-35， 还有那些王牌飞行员。而这个从根本上改变了未来空战的成本交换比，也在未来的制空权争夺战当中抢占先机。那这样一套反介入区域拒止的体系，它设计的精髓呢，就是在于说无限提高美国军事介入的成本跟不确定性。它想要达到的效果就是让五角大楼你不管怎么样做兵棋推演，你不管怎么样去做各种不同的计划，你都算不出一个可以让自己接受的战损比。所以当美军的指挥官如果他们连自己最核心的战略资产，也就是那些航母编队跟空军基地的安全都保障不了的时候，那么军事干预也就不再是一个可以考虑的选项，而变成了一个必须要想尽一切办法来避免的灾难。有一个人曾经提出一个特别有冲击力的思想实验，就是说你可以想象一下，如果中国在加拿大永久驻扎7万军队，在古巴部署一个航母战斗群的话，那这个对于美国人来说能接受吗？这样一种情况会是一个大国博弈的长期稳定的状态吗？你看，换位思考能够一针见血的就指出了现在亚太局势的本质。一个离得那么远的超级大国美国，在另外一个超级大国中国的家门口维持着军事的主导地位，这个本身在物理上就存在一个不稳定的、违背权力逻辑的这么一个临时的状态。而中国现在要做的事情，就是用阅兵展示的这样一些硬家伙，用硬实力来纠正这样一种他认为是不正常的失衡的状态。那高超音速反舰导弹让军事干预的这个成本高到无法承受，而歼 20S 带着无人机就是用成本更低的消耗品去换掉你最宝贵的军用的资产。那所以在长期的消耗战里面会赢得成本交换的优势。通过建立这么一个让美军进不来也不敢进来的区域，那么在西太平洋地区，尤其是在第一岛链跟第二岛链之间，那美国海军航母战斗群可以随便进来横着走的那个时代就已经结束了。当海洋跟天空都变成了是美军不可承受的死亡陷阱的时候，一个不再由美国军事主导的亚洲战略的新格局也就有了实现的可能。那从进攻现实主义的角度出发，军事技术的代际优势是国际政治权力结构当中最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之一。那100式坦克跟无人作战体系的出现呢，标志着中国想在未来的战争形态上搞
代际引领。军事科技领域的代差跨越式领先，形成对于对手的一个碾压态势。原本是美国手里的一张王牌，但是过去10几年他们搞这个 DEI 一通瞎折腾，是美国人自己把手上这张王牌给捉死了。而中国人在智能化、无人化这样一条道路上走的是一种更加务实的人机混合智能的路子，它比这个追求技术大跃进的美国会更早的形成可靠的战斗力，会更早的能够在实战当中来运用它。而能够尽快转换成实战中现实优势的技术，对于中国来说，远比那些停留在 PPT 上面的宏伟蓝图要有价值的多，因为它可以在很快发生的这个冲突当中占据绝对的优势。所以这样一种对于未来战争规则的塑造，其目的就是为了确保中国在长期的权力竞争当中占据主动。所以我们看到九三阅兵展示的这些系统性的军事能力，共同指向了一个结论，就是美国自从冷战结束以后到现在的30年之内，那样一种想打谁就打谁，而且还不用担心自己老家会挨打的这样一种军事单极的时刻已经正式结束了。现在的世界正在进入一个以中美为核心的军事两极的格局。我们看到军事霸权是美国全球霸权的基石，当它在西太平洋的主导地位受到根本性的挑战，而本土也不再绝对安全的时候，这个时候它对于全球盟友提供的安全承诺可信度就会下降。而当军事霸权摇摇欲坠的时候，美国的科技霸权早就已经面临来自于中国的强有力的挑战。而4大霸权支柱当中，我们看到军事霸权摇摇欲坠，科技霸权受到挑战，那么剩下的美元霸权跟盟友的霸权也会慢慢开始被轻视。这对于美国来说真的不是一个好事情，真的是要亮红灯响警告的时刻了。所以面对中国的强大的区域拒止的能力，美军原本的一个解决方案，也就是所谓的分布式作战的概念，会因为阅兵当中展示的那些远程精确打击能力，比如说长剑1000而失效，反而可能会因为兵力分散被一个一个逐个敲掉。台海这样一个潜在的冲突点，由于军事干预的这个成本跟风险被推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极高的水平。聊到这儿，当美国本土不再绝对安全，以及西太平洋会成为美国军区这两个前提都成立的时候，再回过头来看台湾问题的时候，这一切就会变得无比的清晰，也会无比的残酷。在进攻现实主义的理论框架底下，台湾问题的本质从来都不是什么民主对抗威权，而是中美这两个超级大国结构性权力冲突的地理焦点，是安全困境恶性循环的一个最终的风暴眼。站在北京的角度来看，一个跟美国结盟分离的台湾，就像是一把永远顶在自己喉咙上的匕首。它不光是国家统一没有完成，它更是要建立地区安全秩序、冲破岛链封锁的一个最大的地缘的障碍。只要这个问题没解决，中国就永远是一个被锁在大陆上的不完整的一个强国，更谈不上是一个超级大国。所以实现统一是中国成为地区霸主的必经之路，也是追求全球霸主地位的核心，是所有核心利益当中的核心。如果我们换到华盛顿的角度来看的话，台湾是他西太平洋霸权体系里面一艘永不沉没的航空母舰，是第一岛链最关键的那样一块基石。丢掉了台湾，也就意味着第一岛链被彻底打穿，美国在东亚的军事存在就得往后撤。这个让他对于日本跟韩国这些盟友的安全承诺，不能说是完全信誉破产吧，因为毕竟有战略模糊政策，这个时候起效果了，因为美国也从来没有承诺过什么，但是信誉大打折扣是肯定的。所以这不光只是丢掉一个岛的问题，是美国整个亚太霸权的多米诺骨牌倒下的第一章。所以我们看到了吗？原本在双方博弈的战略棋盘上，台湾的地位是零和博弈，美国原本是不会轻易妥协的。但2025年这样一场阅兵，它展示的那些为渡海登陆、立体作战、智能化巷战量身定做的武器，这个发出来的信号再清楚不过了。北京正在系统性的补上以武促统的最后一块能力的拼图。那这么一来，
美国就陷入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战略困境。如果直接军事介入的话，不光是海军有被团灭的风险，就连本土都有被核爆的风险。那这个政治的代价远远超过介入台海的利益，是根本承受不起的。那如果放弃干预了，亚太霸权可能要开始崩盘，盟友体系要开始散架，那退缩当然意味着全球霸权也岌岌可危。虽然同样也是很难接受的一个战略失败，但是对比本土挨炸还是要强一点，毕竟丢了台湾，在亚太也还有日本、菲律宾跟澳洲，也还有机会能够补救一下，还能抢救一下。而军事单极被推倒的一个结果，就是极大的削弱了美国那个战略模糊政策的威慑力，而阅兵就是北京在试图用强大的军事力量来强行改变现状，逼迫华盛顿跟台北去接受一个新的现实。而且面对西太平洋不断恶化的军事平衡，换一个角度来说，美国就算现在想要大规模往亚太征兵，它也面临着一个巨大的障碍。到底还有哪一个亚洲国家愿意接待这么多美军？又有哪个国家敢保证真打起来的时候会允许美军用自己的领土来攻击中国呢？这个代价他们承受得起吗？就连印度这个骑墙派都表现得如此明显，那这个问题还有讨论的必要吗？所以我们可以得出一个非常冰冷的结论，就是逼迫美国跟中国搞军备竞赛，现在反倒是正中了北京的下怀。而且就算美国真的想搞军备竞赛，拿什么来搞？不管是在军工科技，还是关键的这些材料，还是制造业方面，目前都处在下风。我们看到一个新的战略平衡正在形成，美国的盟友，尤其是欧盟跟北约，都是一帮巨婴，都是美国的拖累。作为老大，如果不刮骨疗毒的话，那如何能够跟得上这个快速变化的国际新形势呢？很多人都在骂特朗普特不靠谱，但就算他是特不靠谱都好，他这样折腾一番，总还是能够有一点点希望。那如果是哈里斯现在入主白宫正在主政的话，那结局其实早就已经整定了，对不对？所以总结一下，93阅兵它不是简单的耀武扬威，它是中国在经历了30多年的军事现代化之后，开始全面挑战美国霸权，建立自己主导的地区秩序的一份能力宣言。它标志着我们上一集讨论的那种由恐惧跟不信任驱动的大国政治的悲剧，已经走到了一个2027的临界点。修昔底德陷阱，它不再是历史教科书里面的一个名词，它可能就是我们现在正在亲身经历的现实。大国冲突的悲剧好像已经注定了，对于台湾来说，最好的结果就是尽早开启两岸的和平谈判。如果还在继续做梦，说什么中共没有胆子对台湾动手，那就真的是梦里啥都有，那就只能请您继续。李光耀曾经有一句名言，就是台湾是夹在中美两个超级大国中间，就好像两头大象脚底下的草地，当大象打架的时候，草地会遭殃，而就算大象当他们做爱的时候，草地也一样会遭殃。所以承认国际政治的残酷性是回归理性的第一步，但是正是因为看清了这样一条通往悬崖边上的道路，两岸人民才更加急切的需要去讨论怎么样去建立护栏，怎么样去做危机管控，怎么样在最狭窄的时间跟空间的窗口里面，为和平与对话尽快找到哪怕那么一丝一毫的可能性。我想长安街上的钢铁洪流已经散去了，但是他所揭示的这个权力的终局，以及他在我们心里面激起的这些深深的思考才刚刚开始。如果今天这期视频对你有启发，请不要吝啬点赞跟分享，也欢迎订阅艾森的频道，打开小铃铛，让我们一起在这片复杂的战争迷雾当中探寻世界的真相。我们下期节目再见，谢谢。